大家好，我是 Ace， 欢迎来到我的第一期 video blog。在我面前呢是新发布的 iPhone 10s Max 和去年的 iPhone 10。相信开箱的视频大家也看了不少，今天是要对自己切身的使用感受，向大家说明一下这款手机真实的好与不好的地方到底在哪里。你可以做评判，你要不要花这么多的钱去买这么一款手机？好，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切入正题。众所周知呢，苹果的 S 年都不会在外观上做太大的改变，最主要的是内部的硬件和软体的提升，它跟之前的10真的没有太大的区别，只是它的屏幕从5.8寸上升到了6.5寸，甚至你可以说它只是一个放大版的10S。所以说呢，就是如果你从10升级到10S 的话，你大概不用买套。不对哦，你还是要换一下这个手机套，因为它的相机确实有往下移。个人特别喜欢这一块屏幕，够大，然后色泽还有它的 sharpness 都是很足够的。只是呢，它现在真的是不支持双屏操作，这么大的屏幕有点浪费了。苹果发布会上也提到了，今年的10S 和10S Max 的玻璃呢是没有那么容易被打碎的。通过我观看的一些视频呢，做了去年相同高度、相同次数的 drop test 之后呢，确实10S 和10S Max 在玻璃的硬度上要比10好很多。从这一点来说呢，给苹果一个赞。因为10S Max 沿承了10的背板玻璃和前面板，再加不锈钢的设计，今年依然是支持无线充电。在这一块背板下边呢，它的铜线圈要比10的铜线圈要粗很多。理论上来说，它是 wireless charging 是要比去年要快一点，但是我个人使用这几天来，并没有感觉到它快很多。它依然是支持 Lightning 快速充电，但是苹果，我花1万多人民币买了这一款手机，连一个快速的充电头都不给我吗？说到快充，咱们来说一说这个 iPhone 10s Max 的电量到底有多强。苹果发布会上说了1个半小时更长的电池寿命比 iPhone 10来说，这一点到底是不是1个半小时，我现在也不能准确的来说。大家请关注我下一期的 iPhone 10s Max 和 iPhone 10电池大战。然后还有一个我不太能接受的点，就是苹果今年没有带3.5毫米跟 Lightning 的转换头。再说一遍，2000块钱，2000澳币的一块手机，一个5块钱的配件，苹果 please。可能苹果真的是想多卖一点 AirPods 吧。开机使用到现在呢，我还发现了一点彼此强迫症的东西，就是 iPhone 10s Max 的底部这一个开孔啊，底部开孔它不再是对称的，这一点我个人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，毕竟要放2条多的天线进去嘛。不知道你们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？这一个刘海个人倒是觉得它在 iPhone 10s Max 上面，因为机身的变大，刘海在 iPhone 10s Max 上面倒是看起来没有那么的碍眼。从相机方面说呢， iPhone 10和 iPhone 10s Max 今年提升我感觉是一个最大的。它的 Smart HDR 就是苹果终于踏入了 AI 照相的一个领域，然后在你按动摄像头之前，它就会预先成像，然后按动快门的时候就迅速的合成最完美的一张照片来给你。这比 iPhone 10上面的拍照效果是好了很多，好了太多。同样是1200万的2颗摄像头在背部，由于主摄像头的重新设计呢，对 iPhone 10s Max 的拍照效果提升是特别巨大的。虽然在弱光下的拍照效果依然没有专业相机那么好，但是作为一款手机，日常生活绝对够用。它的前置摄像头依然保留了700万像素，但是毫不逊色
那些千万像素的前置摄像头。我个人一直觉得像素并不是决定一个相机好与坏的最大一个原因。像 iPhone XS Max 今年的拍照效果，在逆光的情况下拍照的时候，也是能够给你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照片。就个人来讲，一直不觉得像素是决定一个相机好与坏的最大关键。我前一段时间还给朋友开玩笑说苹果终于达到了 OPPO 的水平，逆光也清晰。大家从这些样张上都可以看到，苹果今年的拍照效果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。由于XS Max 的主摄像头重新设计呢，XS Max 在拍照的时候比 iPhone X 就有更广的一点视角。虽然都是广角摄像头，但是XS Max 在一张图片中囊括的内容要比10更多一点。在用XS Max 拍照的时候，我注意到了一点，虽然苹果今年加入了人像模式的深景模糊效果，但是呢，在深景模糊的时候，它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小瑕疵。譬如说，在拍人物轮廓的时候，它会用软件去计算你的轮廓到底在哪里。不是说它一点都不好，它已经做到了有了很大的提升。只不过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，有一些边边角角，它有一点用力过度的感觉。背景的虚化可能会带一点你头发在里边的模糊的感觉，像这一张照片一样，这个可爱的小和尚的头已经不是那么的圆润了。iPhone XS Max 在 4K 60帧模式下的录像效果跟其他的旗舰机一样，防抖功能都还是不尽人意，但是总体来说，XS Max 的镜头拍照效果还是特别惊艳的。这主要得益于苹果新的 A12仿生芯片。XS Max 的屏幕比之前提升了60%的动态范围。虽然这不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改变，相较于 Razer Phone 144赫兹的刷新率和三星的 Quadra HD 屏幕的这一提升呢，足可以让你在看电影、看图片和阅读的过程中得到更好的体验效果。虽然苹果没有像传言中那样加入屏下指纹解锁，但是今年的 Face ID 的速度确实比iPhone X在使用的过程中要准确和快速很多。很多人会觉得 Face ID 解锁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，其实并不尽然。我个人使用的过程中注意到有一些同样使用 iPhone X和 iPhone XS Max 的朋友们，他们都会先等这个屏幕解锁之后，然后再往上滑。其实，在屏幕点亮拿起来的同时，直接往上滑，然后这样的解锁速度会快很多。iPhone XS Max 它还是用的是 OLED 屏幕，当然有 OLED 共同的通病，就是在侧面看，特别是白色背景下会有一点点的泛蓝，但是这个泛蓝的角度相较于10已经小了很多很多。XS Max 自带的这个 iOS 12系统，因为个人是 iOS 12的一路以来都是 beta test 的用户，在第一个测试版本发布的时候，我是在我的 main driver， 就是这一个 iPhone X 上面升级了测试版本，然后所有的程序都不能用，会出现死机和卡顿的情况。苹果发布了12个 beta 版本，才有最终现在的用起来如行云流水般的 iOS 12。这也是个人觉得，如果你有 iPhone X，没必要升级 iPhone XS 的原因，因为在 iPhone X 搭载 iOS 12操作系统之后呢 ，iPhone X能够实现大部分 iPhone XS Max 的功能，当然除了 Smart HDR 之外。iPhone XS Max 搭载的是苹果最新的7纳米 A12仿生芯片，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搭载在电话上面的7纳米芯片。发布会上，苹果声称这一块芯片能让 iPhone XS 和XS Max 在打开程序的速度上提升30%，在图片处理能力上提高50%。个人觉得，打开一些小的程序是跟 iPhone X 上面没有什么区别。如果打开一些大一点的做图硬件，比如说 Photoshop 刺激战场之类的游戏，可能会出现那么一点点的小差距。具体的情况请关注我后边的视频
iPhone XS Max 和 iPhone 10的速度比拼。这一块芯片除了速度上的提升之外呢，苹果还提到了它会更加节能。不管发布会上官方怎么说吧，我个人在使用 iPhone XS Max 的过程中还是感觉很愉悦的，因为它的硬件和它的软件都是苹果公司自主研发和设计的，然后同一个公司的东西用起来会使这一部机器更加的流畅。再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双卡双待问题，这一次在中国区苹果采用2张实体卡的卡槽，而在澳洲和美国还有其他西方国家是用的1张 eSIM 和1张实体卡的一个设计。目前为止呢，澳洲还没有一个公司支持 eSIM， 然后我已经升级了iOS 12.1的一个系统，已经可以看到这个呼叫界面可以选择主卡和副卡的一个方式。但是现在苦于澳洲现在还没有支持 eSIM 的一个电话公司，只能坐等电话公司升级了。最后还有一点，我觉得 iPhone XS Max 提升最大的一点是什么呢？这一点可能在发布会上只是轻轻的略过去了，它的音响效果。今年苹果是不是跟杜比有合作？然后今年 iPhone XS Max 的音响效果绝对是一个震撼。个人感觉杜比绝对是给了苹果一个技术支持，或者是私下里有什么合约之类的。现在我就是放2段相同的音轨，大家来听一下。大家可以听到这个 iPhone XS Max 的音响绝对是一个现今为止我能听到在手机上最好的一个音响效果。因为它的音效呢，我感觉不是从这边出来的，它是整个是在这里和这里发生，然后总给人一种很立体、很丰满的感觉。综上所述呢，上面就是我觉得苹果 iPhone XS Max 我这一段时间使用下来有一些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，毕竟这是一款苹果有史以来最贵的手机，要不要升级呢？这个就真的是见仁见智。我把我自己亲身的使用体验给大家分享一下，然后个人觉得，如果你正在使用 iPhone 6或者 iPhone 7，而且你有这个冲动，有这个想法要去换手机， iPhone XS 和 iPhone XS Max 绝对是你的最佳选择。如果你正在使用 iPhone 10，要不要升级就真的是取决于自己了。如果你真的是特别喜欢这一块6.5英寸的大屏幕，或者是对听音乐外放的一个效果特别的追求，那 iPhone XS Max 绝对是你最佳的选择。毕竟今年是 S 年嘛，虽然 iPhone XS Max 在硬件上面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升级，A12仿生芯片的加入，还有重新设计的一个主摄像头，还有软件方面 Smart HDR 的加入，确实让它在拍照还有音乐外放的方面有了更大的提升。一般苹果在 S 年过了之后，都会对苹果的外观做一个更新，做一个包装，做一个更好的机型出来，来让大家觉得今年的 iPhone 更值得买。如果你正在使用 iPhone 10的话，你大可以观望一下明年的情况。谢谢大家观看我的第一期 Video Blog。说实话，真的有点紧张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请点击订阅，在留言区留言，然后点响小的铃铛，然后你就会收到我以后推送的视频。谢谢。